大家好，我是 Microsoft AI 平台副总裁Asha Sharma。每日我都同一般团队合作，推动 AI 开极限。我们帮助开发者、科学家、企业，同埋全球开人利用 AI 去发掘新开可能性。AI 改变着我们开建设方式，改变着我们开创作方式，同埋我们开创新方式。作为开发者，你们是那个变革开核心。无论你是开发应用程式、优化工作流程，定期推动可能性开极限 ，AI 已经不再是未来开技术，已经是现实，正式改变我们开工作同生活方式。AI 开美妙之处是无只是实验室入面开研究员同科学家开专利，其实每一个开发者都可以用到。由将 AI 驱动开工具整合到你开日常工作流程，到开发下一代应用程式。AI 是人类潜力开放大器，而最重要开始。那啲工具同模型今日已经比以往更加容易获得。所以是那个主题演讲入面，我们会带你走进开发者开 AI 日常。你会听到业界最聪明开人讲解点解 AI 很重要 ，Python 点样成为 AI 崛起开基础 ，AI 代理开最新进展，同埋我们点样可以负责任的建设 AI。机会是我们面前，学习巨大开。作为开发者，你不只是写代码，你是塑造未来。无论你是新手定老手，依家是最好开始机去深入了解 AI。先欢迎大家嚟到2025年全球 AI 訓練營。男士，多謝你，艾莎，為今日嘅演講鋪路。人工智能正改變我哋開發軟件嘅方式。作為開發者，我哋有好大嘅機會參與呢場革命。我是 Roland Sammy， 我密會是你密開主區，帶你密去訪問 AI 界最有影響力開聲音。男主區探討 AI 對開發開影響、未來發展方向及我密點樣開始。幕後，我們的第3位董事會成員和製作人，讓這一切成為可能。Ken， 他確保我們捕捉每一刻，並為你帶來最精彩的對話。那個主題演講是全球 AI 社群開一部分，一個有超過85000名成員開獨立組織。而家，全世界有超過100個地方都舉行緊訓練營，就好似那渡線。而且，我們一起接觸到全球超過25萬人。呢個唔只係一個活動，呢個係一個運動。一個全球性嘅努力，幫助各種背景嘅開發者學習、建設同成長於 AI。今天，我們將由深知開發者為何需要擁抱 AI 的 Scott Hanselman 揭開序幕。Scott 是一位開發者、教育家同科技領袖，是熱衷於令 AI 變得人人可及。先我們一起探討下點解學習 AI 對開發者嚟講是很重要。Hi Scott， 我們而家同全球 AI 社區一起參加 AI 訓練營，你可唔可以幫我們理解一下 AI 領域發生緊開始？我覺得有啲失控咗。我知道大家對 AI 好興奮，但我覺得在這個 AI 訓練營裡，大家可以冷靜點。你不必把 AI 應用到所有事物上。此外，我們要記住 ，AI 是基於數據科學、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和統計學的。雖然感覺 AI 好像是去年才出現的，我們應該全力投入 AI 的方向。其實 AI 已經存在很久了，有許多傑出的專家。今天我們也邀請了一些專家來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內容。所以我對 AI 感到興奮，但大家還是冷靜一下。在這次主題演講中，我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能否從開發者的角度談談，為什麼他們今天應該開始學習 AI？我記得當我從黑白屏幕轉換到彩色屏幕時，我得到了語法高亮顯示，我看着的代碼不再是單一顏色。然後我得到了自動完成功能，接着是 IntelliSense， 現在我有了更強大的自動完成。有了 GitHub Copilot， 它不僅幫我生成代碼，還幫我更好的理解代碼。我喜歡用蘇格拉底方法，像面試實習生一樣與 GitHub Copilot 交流，讓它幫我處理代碼。開發者應該思考 AI 在他們編寫代碼時能做什麼。在他們維護網站時能為他們的 DevOps 體驗做什麼。以及它能為他們的客戶做什麼，因為並不是所有東西都需要副駕駛或聊天機器人。但在應用程序中戰略性的使用 AI 可以大大改善用戶的體驗。我認為開發者需要全面了解 GPTs 能提供的所有功能。作為開發者社區的副總裁，你一定與很多感到不知所措的開發者交流過。應該從哪裡開始？這是個很好的觀點。人們感到困惑，
担心他们的工作和位置。难，我认为你比 AI 更聪明。我们需要记住，这是人工智能。难，我们是有创造力的，我们是聪明的，我们是掌舵者。难，所以不是 AI 会夺走你的工作，而是世界上某个无名无脸的西装革履的人。难，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如何利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好。难，更轻松，更有趣。如何减少繁琐的工作？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词繁琐。我的工作中哪些部分是无聊或乏味的？难，在 AI 出现前，我会写批处理文件和 PowerShell 脚本来自动化很多工作。难，现在我用 AI 来编写批处理文件和 PowerShell 脚本，自动化工作中最无聊的部分，这样我就能专注于有趣和创造性的事情。难，开发者的角色不断变化。难，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实际的事情来融入 AI？难，你提到他们如何自我教育，我觉得人们需要知道有很多免费的课程。难，比如如果你去 Developer Microsoft.com AI 在那里的顶部。难，有3个主要链接指向 MIT 许可的开源 GitHub 库，里面有完整的课程。难，你可以在一个周末完成一门课程，或者选择一个大学水平的26周完整课程。难，我认为深入了解这些东西的运作原理是很重要的。难，如果你把 AI 当做一个神秘的黑盒子，只是发送和接收字符串，我认为你作为开发者会不开心。难，但如果你了解数学层面下的实际情况，难，这会帮助你更好地将 AI 具体应用到生活中，并知道如何融入工作。难，所以这真的符合你总是谈论的深入了解一层的理念。你的难，你怎么确定开发者不会跳过这一步？因为那些大型语言模型 LLM 太聪明了。难，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他们确实感觉很聪明。当一只鹦鹉回应你时，你会惊叹，哇，那只鹦鹉会说英语。难，这很惊人，但鹦鹉只是重复它周围听到的话。难，我们要真正理解的是 AI 是从你的数据中学习的，没有数据，它们什么都不是。难，所以如果你的公司没有把数据组织成有用的形式，那么你的 AI 就会产生垃圾结果。难，这就是为什么要记住你拥有的数据。难，你作为个人拥有的信息或你的公司收集的数据和数据湖。难，会让 AI 变得更好，理解这种关系并学习它，会让你作为开发者更有效。难，非常感谢你从开发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主题。难，还有最后一件事吗？我们作为开发者真的需要开始做什么？难，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花些时间思考伦理和责任。难，我们应该花时间看看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真正思想家对 AI 的看法。难，我们如何与他们互动？我们是否假装他们是人，还是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工具？难，所以不要只花时间学习 AI 的技术方面。难，还要考虑伦理和负责任的 AI，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資源。難，這是個很好的觀點，謝謝。難，謝謝。南，我們剛剛了解了為什麼每個開發者都必須學 AI， 以及它如何改變行業。南，但我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呢？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崛起，我哋要講下派散，呢個係人工智能核心嘅語言。邊個比創造派散嘅 Guido van Rossum 更適合指導我哋呢？你有冇諗過派散會變得咁大，尤其係喺人工智能方面嘅應用？從來沒想過。每次我發現持有增長走10%、20%，我都會覺得好驚訝。當時有冇啲特別嘅嘢係你覺得佢可能會變得好大？我冇咩特別開例子係我想跟誰開大開耶。記住我是1990年開始開，嗰陣時中未有開源那個詞。嗰陣時有啲嘢是用而家認為是開源開始可證發布開。我是有攞嗰啲做例子，但是只是攞嚟做許可證開例子，唔係攞嚟做派散成功開例子。我只是想分享區中有享受開發時開過程。你當時創造嘅語言而家已經唔係細嘢啦。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庫，好似 PyTorch、Scikit 同 TensorFlow 等等。你有冇諗過呢啲真係改變咗人工智能嘅世界？冇，人工智能那個角度對我嚟講是完全開驚喜。
我是90年代初开始Python开始后，个真实中是人工智能开寒冬期，所以我完全冇想过人工智能。虽然我主要开重点中是专业人士，我想我第一個標語是填補系統小之間開空隙。有冇啲特別嘅嘢係你專注開發，令佢更加容易接觸到大家？難，讓這個語言更容易使用，有幾個哲學理念。這些哲學理念是我從另一種語言繼承過來的。這些哲學是關於如何讓編程變得更簡單。例如用索派代替打括號或者 beginning 區塊，令序碼顯複雜。你是怎樣獲得這些反饋的？是從幾個人那裡得到的，還是有更多人參與？有一個好大開社群，難。我們一開人，我的手機上就被那些拿起來用的人塞滿了反饋。他們成功構建了它，並立即看到了它在他們用力中的潛力。有沒有一個特定的套件讓你覺得咁樣真係將派散變成咗一個數據科學嘅語言？我想應該是 NumPy 或者區塊前身 Numeric Python， 因為那個突然間逼走 Python 一個區本身冇開能力，就是高效的表示大量數字的陣列。對我來講，最重要開一課就是 TensorFlow 推出個陣，那個是由 Google 出名員工 Jeff Dean 製作開。當我是 Google 工作開始後，佢從來都冇理過我，因為學習 Google 好重要難，而我只是一個低級的個人貢獻者。難，我覺得他和其他谷歌員工不會太關注 Python， 因為它只是腳本語言，重要工作都是用 C 語言完成的。難，所以當我發現 TensorFlow 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也覺得很欣慰。雖然它仍然是用 C 語言編寫的，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用戶界面實際上是用 Python 編寫腳本。嗰刻真係好自豪。當我見到嗰刻真係好自豪。難 TensorFlow 完整可都是 import TensorFlow。我可以想象到，南，你創造咗一樣細細地嘅嘢，最後變得咁大，成為咗而家嘅樣子。南，有很多人想跟隨你的腳步，你會給那些想創造自己語言，或者是想創造另一個應用程式的人什麼建議？如果你想創造一個應用程式，就去做了。對於啲想創造自己語言開人，標準建議是去休息一下，等這種感覺過去。因為想要做成功開機會無大難，即使不成功，它也會佔據你的生活。另一方面，如果那種感覺無會消失，就去學習其他語言開一切，看看他們是如何實現的，如何使用的，他們的語法缺陷是什麼，因為語言設計師都會互相借鑑。派散依然係你嘅寶寶，我會咁講，雖然佢唔算細個啦。嗱，佢永遠都會難變成哥斯拉。嗱，係啊，佢永遠都會跟住你。嗱，我哋見到你車牌都寫住派散，真係你嘅嘢。我哋對你當時設立嘅嘢好滿意。今日都多謝你抽時間。當然，多謝你。派散嘅簡單同強大令 AI 對全球開發者變得可行，而且佢係今日好多突破嘅基礎。而家 AI 最令人興奮嘅領域之一就係智能代理嘅崛起。呢啲 AI 系統可以即時思考、行動同學習。而家我哋聽下 Jennifer Marsman 點詳細解釋。佢係 Microsoft CTO 辦公室嘅首席 AI 工程師。Jennifer，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咩係 AI 代理同佢哋做緊啲咩？係 AI 代理其實就係一個軟件過程，你可以將一部分工作委派俾佢，好似你可以委派俾一個人類同事咁。所以如果你諗下客戶服務同軟件開發嘅場景，我哋見到好多呢啲情況，人哋可以利用代理嚟幫手增強自己嘅能力，但我哋仲係代理嘅初期階段，所以我哋相信
要令代理發揮真正潛力，我哋需要一個更健全嘅基礎設施。所以唔單止係核心基礎模型，仲有3樣關鍵嘢，就係記憶、權限同行動。咁我解釋下呢啲嘢。講到記憶，我意思係呢啲代理應該有唔單止解決問題所需嘅信息嘅上下文，仲有關於之前同用戶互動嘅信息，咁樣可以帶嚟更個性化同相關嘅體驗。然後係權限，權限即係許可。所以如果代理係代表我做嘢，佢應該只可以接觸到我有權睇嘅嘢，而且佢只可以做我有權做嘅行動。最後就係行動嘅概念。例如，如果你有個代理人幫你訂餐廳，你需要唔只靠模型嘅自然語言能力，仲要實際調用代碼。呢個就係工具使用可以幫助代理人做到嘅嘢。因為 AI 世界嘅新改進或者發展，代理人而家咁受歡迎。我覺得呢啲基礎模型嘅能力不斷增長，變得更加強大。所以我哋見到嘅結果就係而家呢啲基礎模型可以處理更加複雜、更加精細嘅任務，我哋叫呢啲做推理模型。所以而家你見到呢啲代理人唔只係調用模型，幾秒鐘內得到回應。模型會有多啲時間去思考答案，真係走過一個思維鏈嘅過程。推理，然後能夠回答更加複雜嘅問題。所以呢啲代理人獲得咗一個全新嘅能力範疇。你之前同我哋講過，你喺 CTO 辦公室同 Fortune 100公司合作，有冇啲你覺得好驚訝嘅 AI 代理人應用案例？最令我興奮嘅其實係我哋能夠做嘅應用案例嘅多樣性，有好多唔同嘅嘢。例如喺金融服務中檢測欺詐，到娛樂行業中嘅計劃假期等等，到金融服務，喺醫療、零售同購物方面都有應用。所以我哋見到嘅應用範圍真係好廣泛。你覺得 AI 代理喺日常生活中嘅未來會點樣？其實我有一次用推理模型嘅經歷真係好神奇。當時我在測試一個推理模型01預覽版。我嘗試的情景其實是我在個人生活中做的事情。我有3個小朋友，他們都在不同的年級，一個在中學，一個在高中，還有一個在小學。我嘗試幫他們報名參加暑期營。我住嗰度，D 型好複雜，女性，所以我就寫咗個提示，描述我3個小朋友。呢度係我3個小朋友，佢哋讀緊幾年級同埋佢哋嘅興趣。跟住我將所有夏令營嘅資料都放入提示入面，然後話幫我弄清楚，幫我寫一個矩陣，每個孩子每周應該參加什麼營。他真的做到了，女士，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時刻，因為這真是非常非常複雜的約束滿足問題，需要跟蹤很多細微的細節。而這個模型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真是令人興奮。男性，我哋見到好多開發者嘗試建立 AI 代理，你有咩建議可以俾佢哋，幫佢哋提升到下一層？其實我有2點想講。首先，唔好淨係諗住代理係咩或者唔係咩。真係要集中喺代理可以帶俾你嘅價值係咩？有咩嘢你可以自動化，或者你可以俾你客戶嘅產品價值，或者你可以點樣通過創造更好嘅服務體驗嚟最好咁服務其他人？我唔覺得我哋已經完全發掘晒 GPT 4.0可以做到嘅所有嘢。呢啲基礎模型有咁多驚人嘅能力，你越深入挖掘，越多嘢你玩，
越多實驗你做，你就會發現更多你唔會諗到佢哋可以做到嘅新能力。我覺得實驗呢個詞可能係最重要嘅建議，真係咁樣。真係想要。多謝你嘅建議 ，Jennifer。係，繼續玩。AI 代理正改變我們點樣同科技互動，實現更智能開自動化同更直觀開用戶體驗。但隨着 AI 系統變得更強大，我們亦要確保趨密保持公平、透明、負責任。為咗探討那個重要開話題，我們聽下 Sarah Bird 開意見。你好 ，Sarah， 你是 Microsoft 的 AI 領導。我們由一個大問題開始，你覺得負責任 AI 點解而家係整個 AI 領域先重要？你話呢個係一個大問題，但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因為邊個會想用一個佢唔信任嘅 AI 系統，係咪？我哋見到 AI 有潛力改變我哋做所有嘢嘅方式，係咪？點樣同其他人溝通，點樣工作，點樣玩樂，但呢啲都係我哋生活中重要嘅範疇。如果我哋唔能夠信任 AI 會按我哋嘅期望行事，符合我哋重視嘅嘢，我哋就唔會想用 AI。我哋需要確保佢係安全嘅，佢係可靠嘅，佢會保護我哋嘅私隱。所以如果我哋唔搞掂負責任 AI 呢部分，我睇唔到點樣可以有個令人興奮嘅 AI 未來。我哋必須擁有關鍵嘅工具同技術，確保我哋可以建立可控嘅 AI 系統，並且讓人哋有理由去信任。當然，開發呢啲 AI 系統，開發者面臨好多挑戰。你有冇啲見解點樣負責任地將呢啲驚人開 AI 功能時學習趨密開系統入面？係啊，我諗首先我要承認生成式 AI 有好多挑戰，唔單止係好多，仲有好廣泛嘅範圍。當呢項技術出現嘅時候，我哋當然你知啦，關心我哋喺負責任 AI 方面討論咗一段時間嘅嘢，例如系統係咪公平，佢有冇刻板印象。但我哋亦都見到新類型嘅風險，例如佢會唔會產生你唔想喺下游應用中使用嘅版權材料。呢啲系統暴露喺新類型嘅攻擊，例如提示注入攻擊，所以有咁多更大範圍嘅關注點。女性，事實上呢啲風險每日都喺增加。我哋見到啲新技術，我哋要擔心有一日佢會唔會能夠產生化學武器嘅配方，呢啲係咪會引起更大嘅風險？所以面對呢種不斷增長嘅風險，喺建立 AI 系統時，有個計劃係非常重要嘅，要能夠理解系統中嘅風險，能夠建立一個安全設計嘅系統，然後亦都要能夠測試呢個系統，確保你內建嘅緩解措施係有效嘅。女性，測試完之後，如果你覺得系統運作正常，想推出市場，你還需要監控並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對吧？對手會揾到新方法用系統，用戶會揾到你冇計劃到嘅新方法用系統，所以系統嘅行為唔係你預期嘅。所以我們真的要全面審視這個完整的操作手冊。我哋期望每個用 AI 開發嘅開發者都要咁做。男性，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見解，因為這一直都是這樣的。當然，即使是沒有 AI 功能的軟件，我們都應該珍惜測試同監控，並且持續監控。有時我們會因為那啲新企業而忘記咗，那啲 AI 開重要方面都需要做。我真係好鍾意你咁講，因為我經常同人講笑話，我哋而家做 AI 嘅新奇嘢就係測試佢，係咪？其實任何做軟件工程嘅人都應該笑，因為測試系統唔係咩新嘢。但老實講，很少有人在構建 AI 系統時進行所需的高水平測試。當生成式 AI 出現嘅時候，我哋發現需要更多嘅測試。因為佢好強大同埋好靈活，你可以通過配置員提示來控制它的行為。你點樣配置安全系統？點樣將數據輸入系統？因此功能和靈活性如此強大，它的表現可能會非常多樣，女性非常不同。所以你要測試它，並且要微調它，才能達到你真正想要的效果。男性開發者當然還在學習如何開發這些系統，如何實施 AI。你認為他們如何能夠在不斷注入新 AI 功能的同時，
负责任的处理伦理问题，并且在商业压力下做到这一点。我覺得這個問題經常被視為一種取捨。女，但如果我們回到我一開始所說的，女，我不認為這裏有真正的取捨，因為如果你推出一個系統，女，沒有負責任的 AI， 大多數人甚至不會願意使用它。女，所以你知道，在 Microsoft， 我們非常重視這一點。女，我們認為這只是推出 AI 系統的一部分，對吧？女，直到我們完成了適當的測試，女，直到它按照我們希望的方式運作，我們才認為它是完整的，所以我們已經不再認為這是一種取捨。女，現在我們認識到市場發展非常迅速，我們也希望能夠快速創新。女，所以我們的大部分投資都在於如何在 AI 發展的速度進行所有負責任的 AI 實踐。女，例如我們建立了一種自動化的紅隊測試，或者我們稱之為安全評估。女，這是將我們認為重要的測試，並使用 AI 來對系統進行這些測試，並擴展它。女，因此我們有一個完善的測試系統，公司每個團隊都能運行。女，這樣他們就不需要花時間在自己的測試上投資。女，他們可以從我們已經建立的基礎上開始，並進行定制。女，所以我們的方法是通過構建合適的工具來擴展，確保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工具，並確保我們在一個地方做對了，然後人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構建。女，我們認為對於我們的客戶或開發者來說也是一樣的。女，我很幸運能在 Microsoft 工作，我們可能擁有。女，你知道，比任何組織都多的負責任 AI 專家。女，這是很大的特權，所以我們能在這領域投入很多，但不是每個組織都能做到。女，所以我們的工作是構建工具和技術，讓其他人可以直接使用，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構建，這樣你就不需要從頭開始，也不需要做出取捨。男，你會給予什麼建議呢？女，測試你的系統，對吧？我們都知道，最好的軟件實踐就是測試系統。女，而在 AI 方面，你需要更加周全，測試更多範疇，但原則還是一樣，測試你的系統。男，非常正確，非常感謝你來到這裡，與我們分享這些寶貴的見解。男，這真是太棒了，很高興。女，是的，謝謝你邀請我，我很期待看到大家的成果。男，我們剛剛聽到了一些 AI 領域的頂尖人物談論這項技術如何改變我們構建軟件的方式。男，Python 如何成為其增長的基礎，以及塑造未來的最新進展。男，但重點是學習 AI 不僅僅是專家的事，這是每個開發者的事，包括你。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高興你能在當地訓練營中邁出下一步。男，這是你親身體驗、實驗 AI 與同儕合作並開始構建的機會。男，無論你是 AI 的新手還是已經在編寫 AI 代碼，都有適合你的內容。男，我們還想花點時間向所有使這些訓練營成為可能的當地組織者表示衷心的感謝。男，你們的奉獻和努力使這個社群如此不可思議。男，記得申請會長，並在 global.ai.community 上。男，這是你保持聯繫、獲取更多學習資源的門戶。男，並加入這個不斷長大的全球 AI 愛好者和開發者網絡。男， AI 的未來不僅僅是在研究實驗室中構建的。男，它是由像你這樣的開發者在世界各地的社群中構建的。男，這次訓練營是你探索、創造並成為更大事物一部分的機會。現我們開始了，投入其中，發問、創造地驚人開業，最重要是享受過程。我們好期待地到你開創作。下一個 AI 突破可能就係由你開始，所以加入社群，攞你嘅徽章，出發啦！